非常感谢大家。我们要和一位已经成为我朋友的人会面。我们认识一段时间了，经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时刻。我们相处得很好，我们的国家也相处得非常好，我们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。这位总理在德国很受欢迎，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，成为了德国的总理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，他做得非常好。在我看来，真的非常出色，非常受欢迎，而且，我们在贸易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一直非常牢固，我们能够达成我们的协议，而且一直非常牢固。我们今天显然会谈论一些关于伊朗的事情，他一直在帮助我们，他做得很好，对我们一直非常友善，而且，正如你们所看到的，进展非常顺利。伊朗没有海军了，已经被摧毁了；他们没有空军了，已经被摧毁了。他们没有空中侦测能力了，已经被摧毁了；他们的雷达已经被摧毁了，而且，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被摧毁了。所以我们会看看我们做的怎么样，但我们做的非常好。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军队，他们做得非常出色，所以我们会谈论那个，而且我们正在谈论一些非常大的贸易协议，而且我知道那些也会成功，所以我只想说。非常荣幸能邀请您来到椭圆形办公室，谢谢。美丽的椭圆形办公室，美丽的白宫，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。即使从您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，您也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。我期待着与您在一起。谢谢总统先生，让我来到这里。来到这个椭圆形办公室，这已经是第3次了。很高兴能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有机会和您交谈。我们在让德黑兰这个可怕的政权下台方面意见一致，而且我们会讨论之后的事情。如果他们下台了，会发生什么？我们必须谈谈我们的贸易协定，我希望它能尽快到位。还有我们必须谈谈乌克兰。实际上，这个世界上坏人太多了，而且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，因为我们都希望这场战争能尽快结束。但是乌克兰必须维护它的领土和它的安全利益。我们会讨论这个的。是的，确实如此。我很期待。谢谢你的来访。感谢你的盛情款待，以及让我在你的客房过夜，非常非常舒适。希望你喜欢。很棒，而且还很有名。非常有名，很多前总统都来过。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。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总统先生，是以色列迫使您对伊朗发动这些袭击的吗？是内塔尼亚胡把美国拖入这场战争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是我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。你看，我们当时正在和这些疯子谈判。我的看法是，他们会先发动袭击，他们会发动袭击的。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他们就会先发动袭击。我对此深信不疑。我们有很棒的谈判代表，很棒的人，他们非常成功地做着这件事，而且一生都非常成功。而且，根据谈判的进展情况，我认为他们会先发动袭击。我不想让那种情况发生，所以如果真要说的话，也许是我迫使以色列采取行动的。但以色列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也准备好了，我们已经产生了非常非常强大的影响，因为伊朗政权几乎所有的东西现在都被摧毁了，他们的导弹数量正在大幅减少，令人惊讶的是，伊朗正在袭击那些我们称之为中立的国家，对吧？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和平共处，我想他们很惊讶，我也很惊讶，我想现在这些国家都在与他们作战，而且是强力的与他们作战。总有一天他们会写一个故事，他们会说他们为什么那样做，但是他们袭击了那些与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关系的国家，他们本来是置身事外的，突然之间他们遭到导弹袭击，这表明我们正在应对的邪恶程度。他们会袭击那些实际上对他们还友好的国家，还只袭击平民区、酒店和公寓楼，而我们打击他们的地方要恰当得多。我们正在非常猛烈地打击他们，而且现在大规模的打击正在进行。他们不再有空中保护，他们不再有任何探测设施了，而且
所以他们会遭受很大的痛苦。这些是坏人，这些人杀害了我猜是35000人。过去3周内有35000人被杀害的消息正在传出，35000名示威者被暴力杀害。所以这些伊朗的当权者是坏人，他们的头目已经不在了。而且如你所知，第一次袭击中有49人被清除。我猜今天对新领导层又进行了一次打击，看起来这次打击也相当重大。所以他们正在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，我们会看看会发生什么。很多人正在站出来，很多你最意想不到的人，想退出伊朗政权，他们想要获得豁免权，他们正在请求豁免，而且可能在某个时候他们会放弃，就像你们说的，放下他们的武器。我们会看看会发生什么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只是继续前进。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第一，而且我们做的一切都很重大。委内瑞拉那次很重要，这次也很重要。最初的打击，午夜铁锤也很重要。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很重大，但是，按照某些标准，按照我们自己的一些标准来看，这并不算特别重大。我们拥有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，总统先生，您为伊朗制定了什么样的最坏情况预案？我不知道有没有最坏的情况。我们从军事角度来看，已经把他们打得非常惨了。他们还在发射一些导弹，到某个时候，他们甚至连这个都做不到了，因为我们正在打击他们所有的运载工具，我们正在打击他们所有的导弹库存。你知道的，他们在过去几年里积累了所有这些导弹，他们有很多的，他们发射了很多，我们正在摧毁很多。我想最坏的情况是我们做了这些，然后有人上台，这个人跟之前的那个人一样坏，对吧？这可能会发生。我们不希望那样的事发生，那可能就是最坏的情况了。你经历了这一切，然后在5年后，你发现你扶持的人并没有比现在的更好，所以我们希望看到有好的人上台，能够为人民把国家带回来。我们会看看人民会怎么做。你知道的，他们有机会的。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还不要做。如果你要出去抗议，现在还不要做。外面很危险的，很多的炸弹正在被投下。但我会说，那大概就是最坏的情况了。您现在心里有人选吗？您说您之前心里的人选都已经被清除了，您对那个被清除的群体有什么看法？我们心里想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死了，所以你知道的，我们之前考虑的那个群体里的一些人，都死了。现在，我们有另一批人选，根据报告，他们可能也死了，所以我猜接下来会有第3波人选。很快我们就要不认识任何人了。但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委内瑞拉的情况非常不可思议，因为我们发动了袭击，但我们让政府完全保持了完整。我们有德尔西，他一直表现得很好，我们有完整的指挥链，而且你知道的，关系一直都很好。我们已经开采了1亿桶石油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归他们，很大一部分归我们，这很棒。我们得到的钱除支付战争的成本外还有很多，而且我们将要运营石油，而且委内瑞拉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赚更多的钱，这对人民来说是好事。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，它一直都很顺利，实际上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事情。如果你看看伊拉克，当时处理的方式非常愚蠢，所有人都被解雇了，将军们被解雇了，军队被解雇了，警察被解雇了，消防部门被解雇了，而且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都被解雇了。所以之后人们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找谁。顺便说一句，伊斯兰国就是这样形成的，伊斯兰国就是从所有那些被解雇的人那里来的。我们不相信那种做法，所以我们会看看会发生什么。但是，首先我们必须解决掉军队。你觉得王储里萨巴列维怎么样？他是你的选项之一吗？我想他可能是，有些人喜欢他，我们还没有过多考虑过这方面。在我看来，也许由现任政府内部的人来担任可能会更合适。我之前说过，他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在当地很受欢迎的话，那应该是由这样的人来担任。我们有这样的人，我们有更温和的人，你知道的。这些人都是激进的疯子，你知道他们得到了什么吗？他们什么也没得到，他们所做的只是杀人。总统先生，对总统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到底是什么？你提问了，还没轮到你，请。
总统先生，您会减轻欧洲人的压力，让他们有可能帮助您吗？马克吕特呼吁盟友也帮助您。啥意思？你得去问马克吕特。他说，这不属于北约的范畴，但是希望在这件事上帮助你。一些欧洲国家提供了帮助，一些则没有。我非常惊讶，德国一直很棒，他一直非常出色，其他的国家也一直很好，非常出色。我认为北约的负责人马克非常棒，好吗？马克吕特，我认为他很棒，但一些欧洲国家，比如西班牙，表现得很糟糕。事实上，我告诉贝森特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往。西班牙，首先事情是这样，在我要求下，每个欧洲国家都给北约支付了5%，这是他们应该做的，每个人都对此充满热情。德国，所有国家都是，但西班牙没有这样做。现在西班牙，实际上说，我们不能使用他们的基地，这没关系，我们不需要。如果我们想，我们可以使用他们的基地，我们可以直接飞进去使用，没有人会告诉我们不能使用，但我们不必这样做。但他们不友好，所以我告诉他，我们不想和他们往来。除了伟大的人民之外，西班牙绝对没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的。他们有伟大的人民，但他们没有伟大的领导力。正如你们所知，他们是北约中唯一一个不同意将比例提高到5%的国家。我认为他们怎么都不会同意提高军事开支，他们想保持在2%。而且他们连2%都没有支付，所以我们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，我们不想与西班牙有任何瓜葛。对英国有什么期望？顺便说一句，我对英国也不满意。你们读到的那个岛屿那个租约，好吧？他出于某种原因签订了那个岛屿的租约，有人来把他从他手里夺走。我们花了3-4天的时间才弄清楚我们可以在哪里降落，在那里降落会方便得多，而不是多飞好几个小时。所以我们非常惊讶。我们现在打交道的不是温斯顿·丘吉尔。总统先生，您对德国有什么期望？德国能做些什么，又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您解决这场冲突？我认为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，他们允许我们在某些区域降落，我们对此表示感谢。他们也让一切都很方便，我们没有要求他们派兵或做任何事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，我和这个国家的关系非常好，特别是现在和这位领导人，这位新领导人，我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。我和默克尔有过一些分歧，我曾说过，你在移民问题上伤害了你的国家，在能源问题上也伤害了你的国家。而坐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先生，我认为他在能源和移民问题上与他几乎完全相反，而且我认为他做得非常好。总统先生，目前中东地区的商业航空旅行受到严重限制，数千名美国人滞留，为什么没有撤离计划？您会派飞机去接吗？因为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，我们认为，而且我可能比大多数人更认为，我可以问问马可，但我认为我们将会面临被攻击的局面。他们正准备攻击以色列，他们正准备攻击其他国家。你们现在正在看到这一点。我的意思是，很多伊朗正在打出的导弹都是事先设置好了的。那些导弹长时间以来一直瞄准着这些其他国家，所以我认为我在这方面是对的。我们先发制人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，那可能会是，你知道的，看我们真的在重创他们，他们正在被重创，而且如果我们没有，顺便说一句，我们有大量的弹药，我们有高端的弹药。其中很多被拜登非常愚蠢的免费送出去了。我完全支持乌克兰，但他们送出了很多。如你所知，当我送出弹药时，每个人都要为此付费。欧盟正在为此付费，然后他们可以随意处置，但他们正在把它，比如说送给乌克兰，那没关系。但是，我们送出了很多高端的弹药，但我们还有很多，我们有无限量的中端和高端弹药。这才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真正使用的，而且我们有一个无限的供应。我们还有很多非常高端的弹药储存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，我们确实把它储存在那里。这实际上是我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坚持要做的事情。
我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重建了军队，军队很棒，但是很多的数量惊人的弹药或者他们说的军火被送给了，你知道《华尔街日报》在报道中说这些弹药被送给了中东，这是不正确的，不是送给中东，是送给了乌克兰，很少一部分送给了中东，中东会买很多，而且一些国家因为他们很富有，他们有很多，但它是被送给了乌克兰。本来听着这场战争本不应该发生，如果我是总统，那场战争就绝不会发生。但是我们有大量的弹药，高端的、中端和高端的弹药，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强大的东西。总统先生，我想问两位一个问题：你们有多担心汽油和石油价格的上涨正在损害美国的经济，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？当然，这当然正在损害我们的经济。石油价格是这样，天然气价格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都希望这场战争能尽快结束。我们希望以色列军队和美国军队正在做正确的事来结束这场战争，并且真正建立一个能回归和平与自由的新政府。是的，有些事是必须做的，这已经47年。他们一直在全世界杀人很长时间了，他们是路边炸弹的始作俑者和教父。苏莱曼尼，我们在上一个任期把他杀了。如果我们没那么做，我想今天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。他们会比现在强大和聪明得多，但是他们制造了路边炸弹，95%的人失去了双腿、双臂，脸被毁了，就是被毁。我见过一些年轻人，看着真让人难过。而所有这些，几乎所有95%都来自伊朗。苏莱曼尼喜欢他，他最喜欢的武器，他喜欢路边炸弹。当你看到人们没有双腿，没有双臂，脸被炸得面目全非地走来走去，这些人他们所经历的地狱般的痛苦，这就是伊朗干的。当你看看那些营地，那些著名的地方，当你看看那些人质，很多的人质，当你看看所有这些问题，他们多年来真的是全世界恐怖主义的传播者。有些事是必须做的，有些事我相信，如果我们没那么做，你知道，如果我没做这件事，像舒默这样的人，失败者，民主党人，他们是失败者，所以他们不在这里。像舒默这样的人会说，你本来应该做这件事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做了这件事，他们又会说不对。如果我没做，他们就会说相反的话，说你应该做这件事。但大多数人觉得，我告诉你，我做过的任何事都没有收到过这么多赞扬。人们觉得这是必须做的事，所以我们油价会在一段时间内略微走高。但是一旦这场冲突结束，我相信油价会比以前更低。请说。总统先生，您想如何解决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税冲突？谁和谁之间？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税冲突。欧洲联盟。你打算怎么解决呢？实际上，我们在关税问题上赢了。有人说你实际上赢得了这个案子。我们在关税问题上赢了。我们有一个裁决。这个裁决是错的。从某些角度来看，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裁决。从其他角度来看，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裁决，因为它完全重申了我们拥有所有这些我们认为的各种形式的关税，对吧？但它完全重申了这一点。他说你可以使用所有这些关税，所以我们有所有这些庞大的关税清单。关税让我们的国家变得非常富有。我们必须对那些玩弄自己货币的国家征收关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把自己的货币像悠悠球一样上下波动。我们必须照顾那些对我们友好和公平的国家，我们也会照顾他们。其他国家，他们没有，我们也没有，让他们占我们的便宜。但是关于关税的整个事情是，我们有一个裁决，比如说，我们有一个许可，这个许可允许我们立即停止所有与某些国家的业务，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有这种权利。但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因为这个裁决，我们有权停止所有与某个特定国家有关的业务。
如果某个国家对我们不好，总统无需经过国会就有权停止。这有点意思，我有权停止，但根据那一条法律，我没有权向他们收费，所以我有权给出许可，但我没有权收费。坦率地说，这很荒谬，但这个权利是最高法院赋予我们的。我们有权，举个例子，我们谈到了西班牙，我明天就可以停止，或者今天，甚至更好，停止所有与西班牙有关的事情，所有与西班牙有关的业务，我都有权停止。比如禁运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我们可能会对西班牙这样做，你觉得呢？总统先生，我想我们会和您讨论这件事。我知道您拥有强大的权力，最高法院已经澄清了这一点。您可以使用它，如果您需要它来确保国家和经济安全，我们就会这样做。斯科特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总统先生，我同意。最高法院重申了您实施禁运的权利。正如我们所讨论的，从您的第一个任期开始，311条款和232条款已经阻止了超过4000起诉讼。而且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商务部将发起调查，我们将推进这些调查。而且我们，对所有国家征收了15%的关税，如您所知。而且，只需要用，我告诉你，在那份判决异议书中有几段文字写得非常精彩。卡瓦诺大法官写了一份非常棒的异议书。在他的异议书中，他说了我们应该怎么做，而且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只是想把它简化，而且不知为什么，非常愚蠢的是，法院决定不这样做，但他们说您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式来做，而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这样。我们所做的就是，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15%的关税。我们国家因为关税已经收取了数千亿美元，所以我们已经收取了所有这些钱，数千亿美元。老实说，这让我们的国家变得非常富有，对吗？所以他一直做得很好。您什么时候能全面实施这个计划？我们有5个月的时间，最长5个月，可以维持15%的关税。而且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如您所知，我们正在进行各种研究等等。而且我们将推出关税，对不同国家征收不同的关税。您想谈谈这个吗？是的，先生。到5个月期限结束时，我们将完成根据301条款进行的调查。贝森特部长提到了这一点。我们知道有些国家达成了协议，并且非常希望保留这些协议。我们需要彻底调查所有这些不公平的贸易行为，就是您提到的那些。并且确保我们正在保护美国的经济安全。我们知道有些国家，我们要怎么对待德国？这个，我觉得你们应该狠狠打击他们。欧盟就在那里，他们已经表达了兴趣。德国在推动进展和提供帮助方面一直非常具有建设性，我知道你也会和他们谈的。很明显，我们会。我要说的是，每一个国家都想达成他们已经有的协议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利用其他权利达成协议，他们也想达成同样的协议。而且我们想看到，实际上我们会将其向略微上调一些，但是他们会喜欢，他们都想留在协议中，所以我们很可能可以很轻松地做到这一点。总统先生，关于乌克兰，伊朗将无法再向俄罗斯运送无人机了。那么这场战争对乌克兰意味着什么？莫茨总理就坐在您旁边。如果您想和欧洲对话，您会给谁打电话？莫茨总理，您刚刚去过中国。总统，您是谁？哪个国家的？我来自德国。我看出来了。那么总理先生，你去过中国，还有总统，他喜欢你。你们会谈到这次访问期间，你们也会谈到中国吗？我们会谈到中国的，当然。乌克兰呢？我不久就会去中国，每次会面我们都会谈到中国，我们尊重中国，我尊重，我想我们都尊重。但是它总是一个谈话的议题。我们和中国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。我们过去在和中国的贸易中损失了巨额的资金，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。我们和中国保持着非常非常好的关系，我们和德国也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。好的。谢谢您，总统先生。我们看到世界各国，其中许多国家通常不合作的，现在都在伊朗问题上与美国合作。无论是你知道的沙特阿拉伯与美国、以色列合作，卡塔尔正在击落伊朗的飞机，
我们也看到欧洲国家站了出来。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对伊朗表现出如此的团结？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。你看他们就是邪恶的，这不是政治问题，这是他们的整个哲学，他们的整个出身。这太可怕了！他们杀了35000人，我原以为是32000人，现在看来远远不止35000人。有些情况下，他们用机关枪对付手无寸铁的人，他们手无寸铁却被机关枪扫射，被狙击手从建筑物里射击，他们用狙击手直接射击人们的眼睛。这只是一种非常邪恶的意识形态，而且没人见过这样可怕的事。就像我说的，他们甚至袭击了所有的邻国，而这些邻国并没有攻击他们。他们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的，结果伊朗袭击了卡塔尔，袭击了阿联酋，袭击了沙特阿拉伯，袭击了阿曼。当时他们还在帮我们谈判，结果也被袭击了。每个人都受到了打击，因为伊朗是邪恶的，他们很坏。这是一个坏的根源，总得有人来解决。而且应该在47年内的某个时候就解决，因为他们造成了太多死亡，太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死亡。德国也一样，我是说德国也受到了打击，每个人都受到了打击，这是一种邪恶的意识形态。我从来没有，你看我做了很多好事，很多人都说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在洛杉矶的街头看到有成千上万的人，我前几天看到有唐纳德·川普的照片。我当时在看，我在打电话，可能正在和你说话。我看到我的照片，我说哦不，又是一个抗议。我看到我的照片，然后我才搞清楚说，哇，他们是非常友好的人。然后我看到一个女人抱着我的照片，我说这是怎么回事？结果发现这些人是生活在美国的伊朗人，有很多，确实如此。成千上万的人，你们看到的那些集会，在纽约，他们也举行了一场大型集会。我的照片到处都是。事实是，人们对我们所做的感到高兴，而且你永远不可能。我一直都这么说，你永远不可能有的真正的中东和平。如果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和其他武器的话，如果允许伊朗拥有那些，看看他们建造的那些导弹，我们现在已经摧毁了很多，也消耗了很多，但他们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拥有了数千枚导弹。我要说两件事。我们发动的那个被称为午夜铁锤的袭击，如果我们没有做那个，伊朗会在1个月内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核武器。我们做了，时机非常好，你知道的，你们也看到了。另一件事是巴拉克·侯赛因·奥巴马可能达成了的我见过的最糟糕的协议，因为他把中东的所有权利都给了伊朗，他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。我终止了那个协议。如果我没有终止那个协议，他们3年前就会拥有的一个大规模的核武器，那个武器至少已经用在了以色列和其他国家身上了。我们现在就不会谈论这个了。但是如果我没有终止奥巴马达成的那个协议，给了他们一切，包括整飞机的现金，你们还记得那架飞到伊朗的飞机吗？是的，那是一架波音757，有2架，装满了美元。他们把所有座位都拆了，里面装满了绿色的美元。他们从弗吉尼亚、马里兰和华盛顿特区所有的银行里取出所有现金，然后装上飞机，飞到伊朗。我从不知道一位总统有那样的权利。我可能什么时候会试试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我会把它飞到某个地方。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事。2架飞机从地板到天花板都装满了。大型飞机波音757被运到那里，给了现金。他除了给他们数十亿美元之外，更糟糕的是，他给了他们获得核武器的途径。那项协议已经到期了。很多人说，哦，是你终止的。反正他也要终止了，因为他到期了。他给了他们拥有最先进核武器的权利。如果他们有了核武器，因为他们是疯子，就像我在国情咨文期间我右边那些人一样，我看着他们说，你们是疯子，这些人是疯子。如果他们有了核武器，他们就会使用它。好了，再来1-2个问题怎么样？请讲。莫斯总理
您刚才听到总统在考虑惩罚西班牙，您对此有何及时看法？您能为此做些什么呢？好的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，我们正在努力说服西班牙，让他们达到北约内部商定的3%或者3.5%的目标。就像总统说的那样，这是对的。西班牙是唯一一个不愿意接受这个目标的国家。我们正在努力说服他们，是的，我们共同安全的一部分。我们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这些数字。这的3.5%用于军事，另外的1.5%用于我们的军事基础设施。所以西班牙必须遵守这个规定。西班牙一直都非常不合作，英国也是如此，这令人震惊。但这已经不是丘吉尔的时代。我要说，对于他们拥有的那个愚蠢的岛屿迪戈加西亚，英国一直非常不合作。他们把它拱手让人，还签了100年的租约。这可能与那些从未见过这个岛屿的原住民声称拥有该岛有关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而且他们破坏了关系，这真是一种耻辱。而且那个国家英国，我爱那个国家，我爱他，我的母亲在那里出生，我爱他，我的母亲在那里出生，我的父亲也出生在那里，对吧？他对我父亲的一切都了如指掌，我的父亲在那里出生。所以你知道有些地方你会自然而然地感到非常亲切。但是英国他们对能源和移民所做的一切是可怕的。你们有北海，昨天有人说，如果你是英国人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开放北海油田。他们到处都是风车，正在毁掉这个国家，毁掉风景，毁掉美丽的田野。开放北海油田，这是最大的石油储量之一。想想看，他们从挪威购买能源，而挪威的能源也就是石油来自北海油田。所以挪威在北海钻探，然后卖给英国，而英国拥有北海油田更好的部分，应该开放它。第二点，非法移民，他们必须解决那个问题。我必须说，那不仅仅是英国，欧盟的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问题。移民和能源价格高的离谱，是全世界最高的。至于移民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知道，你看，在英国有些地方，伦敦有个糟糕透顶的市长，太糟糕了，他是个无能的家伙。他们有伊斯兰教法法庭，你们有伊斯兰教法法庭，你们不想要伊斯兰教法法庭。伊斯兰教法法庭在裁决法律。所以很简单，移民非常重要的是，移民和能源，你们要把它们解决，否则英国是回不来的。最后一个，我能向您和总理提问吗？可以。莫茨总理，您呼吁在此刻团结一致，共同对抗伊朗。您认为这具体会是怎样的？接着，总统先生，目前与俄乌达成协议在您的优先事项清单上排在什么位置？你觉得呢？就像我说的，在德国过去2天，我们正在支持美国和以色列以摆脱这个可怕的恐怖主义政权。我们期待着战争结束后的那一天。关于这个政权垮台后的战略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我们必须为整个地区制定战略。我们对采取共同方法、开展共同工作，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，抱有浓厚兴趣。这不仅对美国人很重要，对欧洲和以色列及其安全都极其重要。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找到处理此事的方法。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，它在我的优先事项清单上排在哪里，非常靠前。我原以为这会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冲突之一。我解决了8场战争，实际上可能还不止，但至少是8场，都是大仗。潜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重大战争，非常重要的大仗。我原以为这会比现在容易得多，这非常。普京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之间存在巨大的仇恨。我这辈子见过很多仇恨，但我认为他们之间的仇恨大概是最高级别的了。
我相信这会发生。有时候我责怪一方，有时候我责怪另一方。我相信这会发生，但他在我的清单上排得很靠前，并不是因为他对美国影响很大，因为他离得很远。但就在上周，我看到上周，实际上是过去4周，有32000名士兵死亡，32000人，平均每月有25000到3万名士兵在那场愚蠢的战争中丧生。我非常希望它能结束，这是自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糟糕的局面。如果你无法达成协议，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你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。你知道，跳探戈需要2个人，他们必须和睦相处，他们必须能够互相交谈，他们非常讨厌对方，这会产生影响。你知道，这真的会产生影响，这对双方都不好。最可悲的是，如果我的选举没有被操纵，那场战争就永远不会发生。而且你知道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吗？允许2500万人通过开放边境涌入，那也不会发生。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。但是我们现在做得很好，而且我认为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现在对伊朗所做的事情。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们，或者如果我们没有阻止他们，或者如果我们没有开始，他们已经被摧毁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做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，你就会面临一场核战争，他们会摧毁很多国家。因为你知道吗？他们是病态的人，他们是精神病患者，病态的人，他们愤怒，他们疯狂，他们有病。非常感谢大家。